你会不会一进入冬天就有一个困扰，就是不管你睡多久，隔天都不想起床，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，整天无精打采，无力参与社交活动，甚至不想动也不想工作。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在一两天消失哦，它有可能会持续整个冬天，感觉就像进入了 Winter Blue 冬天忧郁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云。在荷兰住了这么多年，对这里 Winter Blue 的体验可以说是相当熟悉了。那什么是冬季忧郁症呢？它其实就是 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， 简称为 SAD， 伤心的意思。这种情绪波动跟阳光有很大的关系。就像荷兰现在已经进入了秋冬季节，是标准的夜长日短。荷兰现在在傍晚4点30分就已经天黑了，早上7点都还未天亮。从10月至今，这里已经连续下了好几个星期雨。当阳光变少了，也就是紫外线照射不足时，我们的身体就很容易感到困乏、无力、沮丧等等，这些都是冬季忧郁症的症状。每当我察觉我有这个迹象时，我就会开始检视我的生活习惯。所以今天就和大家分享我是如何摆脱这冬季忧郁症的，希望这些方法对你们也会有帮助。第一就是每天都会出门散步。自从居家工作后，有些人可以1个星期都不出门，或是看到今天没阳光、温度太低、阴天等等就不想出门了，这些都是常态。但我会规定自己，不管是下着细雨还是起风了，或是灰灰暗暗的阴天，在午饭时间我一定会出门散步。当然如果是像 Karen 那种狂风暴雨就另当别论了。有研究指出，接触大自然不同的空气、空间和颜色，可以提升身体的舒适感，让人感到放松，释放压力，也能有效地缓解忧郁。如果你真的很忙到无法抽出一点时间散步，也有研究指出，即使是短暂暴露在自然影像或影片中，也可以达到抒压的效果哦。第二就是减少想太多和做决定的次数。我们每天都需要想很多和做很多决定，从一早起床我们就要想今天的早餐吃些什么，就要决定以今天的天气我要穿些什么。到了晚上我们又要想今天的晚餐是什么，然后又要决定我们今晚是否要去运动等等。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决策疲劳 Decision Fatigue， 就是持续一段时间做决策后就会消耗我们的精神，这导致我们最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。所以我就会想一些方法来减少我在生活中需要做决定的次数。比如说我每天早餐都吃一样的，这样我就不用去想今天的早餐要吃些什么。你会看到有许多成功人士，比如说 Steve Jobs、Mark Zuckerberg， 他们每次都穿同样颜色的衣服，那是因为他们日理万机，不想浪费时间在这些琐碎事上做决定。第三就是不要滑社交媒体，这个我相信有很多人都很难做到，说是一回事，做又是另一回事。我在几年前最常做的动作就是打开脸书看大家最新的动态，或是漫无目的的滑，但我觉得滑完之后好像更空虚了，也会联想到很多有的没的，最后甚至会觉得内疚，因为我刚刚浪费时间滑的那些东西好像对我都没有什么帮助。为了调整这个，我就开始完全不发动态，也不加新朋友，手机里也没有 TikTok、Twitter 等等的社交媒体，就连 IG 也是因为这个频道才在2年前设立，不然的话我连个人账号也没有。我会想说，与其浪费时间滑社交媒体，不如用这些时间做我喜欢和感兴趣的事情。我觉得这比滑社交媒体更有成就感。如果这段时间你也觉得 Winter Blue 的话，你可以看看自己是不是常常没事都在滑社交媒体，因为我们就是在这些习惯中不知不觉消耗了自己很多精神。最后一个就是多睡觉。首先我在这里说的是提高自己的睡眠品质，每晚尽量在同一时间上床睡觉，1个星期7天都把闹钟设在同一时间，这意味着你连周末都不可以偷懒哦。
因为每次欠下1小时的睡眠债，可能就需要4天的时间，身体才会恢复。这是我所说的方法中最有用的一个。有几个方法对提高自己的睡眠品质非常有效。第一，就是在睡前1小时远离屏幕，意思就是不要滑手机，不要用电脑，因为手机的蓝光会使脑神经兴奋，这会导致我们很难入睡。第二，就是冥想或看书。我觉得冥想非常有用，因为它让我完全放松，这样我就比较容易入睡。看书更是助眠，很多时候看不到几页我就睡着了。晚上也不要喝咖啡、酒精之类刺激的饮料。还有一点就是睡觉时要专心睡觉，手机也不要带入睡房里，这样每次躺在床上想拿手机的时候就会很不方便，也比较容易放弃玩手机的念头。这些都是我摆脱冬季忧郁症的方法，希望他们对你会有帮助。好的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小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